去哪儿啊？别去上班了，回家给我弄口吃的。方淑梅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天天就知道上班，家里边孩子也没好好管过。你是我老婆，你是个女人，家都不要了，你好好带过孩子吗？你还是个女人吗？你？师傅，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，那肯定是不当说呗。但是看在我们马上要分开的份上，你就说吧。师傅，我们都觉得不应该离婚。您还年轻，要是真的被那个人拖累了，以后您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毁了。你们两个真是好姑娘，善良、正直、有冲劲儿、敢担当。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都会很好很好。但是你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，小张我一点都不担心，但是小夏，我对你有点放心不下的。你一定要记住啊，要处理好一件事情，是不能靠冲动、靠毛躁。有的时候越冲动，越要冷静。这是当一个审判长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，我自己的日子是我自己选的。没什么好后悔的。咱们分开了，你们俩会想我吧？会。那想我的时候，会写信的哦。肯定会。啊，谢谢，太好了。师傅，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和榜样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毕业以后去基层，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者。那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！实习1年，和真正的扎根基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。小张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没想法，无从分配。你怎么那么乖呢？你老是没想法啊？其实他的手大得很，是吗？就是蔫儿有主意，蔫儿有主意那种吧？还啊！师傅，哎呦，一重，您给我。那个，我们要回北京了，我来跟您道个别。他们几个都去办手续了，我代表他们来。能来一个我就很高兴了。我知道丽香的案子，你们对我很失望。其实也没有，一开始吧，确实不太理解，但是后边慢慢就想明白了。你们让我感到羞愧，真的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能把李湘的案子上呈给中央。哎呀，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敢想过自己能有那样的本事。振臂一呼，力挽狂澜，救人于水火。在法院干了几十年了，只知道照本宣科，也没奢望能改变什么。师傅，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，包括我在内。
在您身上，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、务实，还有人情味儿。一路，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，敢于冒险，敢于牺牲自己，这就比我们这代强。说实话，当时你主动去看守所，让他们抓你，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。也被震动，被感动。你们5个的鉴定报告做好了，谢谢林远。这1年有什么做的不成熟的地方，还请您多担待。也不知道您对我满意不满意。你这孩子心思太细。走。这1年，你们从我们这儿学到了什么？反正呢，我们在你们身上是学到了很多。我们也学了很多。马上就要离开了。对我们这个小法院评价呗。咱们院很好。说真话，真话，真挺好的。我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。这1年下到基层法院，总结了8个字：去掉幻想，正视现实。那你怎么看我？我可不敢评价你。一个见风使舵的老油条，土了吧唧的旧官僚，还是一个不合格的共产党员？真没有，没有。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，更不会说什么大词儿。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，人民的生活能稳定，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。李湘这个案子嘛，让我觉得这个盼头就不远了。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点儿，能赶上你们将要看到的那个好时候。歌里不是总唱吗？再过20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举杯赞英雄，光荣属于谁？20年，20年以后，我可能入土了，看不见了。可是你们正当年，到时候有机会路过南峪，一定要顺便来看看呐。要到我的骨灰盒前面跟我说，国家是个什么好样子。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。走吧。
你看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不用太担心啦。大夫说啊，你爸算幸运的，现在说话虽然是有点半算，但是表达意思没什么问题。我觉得挺好的，说话少，我还省心呢。我们现在每周啊都到医院去做康复呢。妈，您不是跟我说我爸就是轻微中风吗？这都这样了，哪轻微啊？没出息。谁没出息？听说要回北京，就高兴，乐极生悲。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听他瞎说呢。杜小辉他爸给他安排了1个半月的加班，这再加上一中啊，毕业以后你准备到哪里去？我不打算出国留学了，我想留在基层。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他说要置身事内，亲身参与，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。我实习这段时间也见了很多事儿，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基层。什么？不去留学了？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吗？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朱老师。我知道您帮我争取这个名额不容易，我知道你想栽培我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我失望什么？我高兴得很。高兴？你小子跟我实在是太像了。拿主意的时候憋着不说，一旦拿定主意，几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跟系里也说明了，我想去滨江。来，别忙，哎，坐吧。经过1年的实习，长大了，也成熟了。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生方向本来就是动态的，不断的修正，不断的校准。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，就要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准确的现实感，这些是在学校甚至国外修炼不出来的。不要为出国的事担心了，名额浪费不了的。谢谢周老师，Dank。Bitte。袁律出差前呢，再三向我们叮嘱过啊，来我们大方所没问题。但你真的决定了吗？我和袁律都谈过了，我就想当律师。哎呀，我是小陆，那以后就同事了啊。郑红照，喝水，哎，喝水。这我知道啊，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？我怎么感觉您这话里有话呢？直说吧啊，在我们这儿啊，不挣钱，你也知道袁律的风格。哎，明白，屡败屡战是吧？屡败屡战没什么，要命的是他打官司不收钱。你看您片面了不是？有时候对于律师来说，影响力也值钱呢。这是更要命的，他的影响力不但不挣钱，还往里搭钱。很多社会性的官司慕名找他，啊，胜率低，当事人还不付费。没事儿，他归他的，你别耽误咱们利用他影响力挣钱不就完了吗？怪不得啊，袁律说你是他见过的最乐观的人。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了。那主要是咱们也不挣钱啊，他经常要求全律所的人跟着他一起干啊，这有点要命了。那你还跟他一起干呢？我已经辞职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所以你确定还要来这儿吗？哎呀，
谢谢张律啊，那我就仅代表大房所热烈欢送您。以后我坐这儿呗，以后我就坐这儿，没事吧？打一个，往上，好，全场。怎么那么高兴啊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我都在胡老师那儿看见你分配结果了。法院还是检察院？法院，咱俩一起。你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？咱俩一起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去滨江吗？是去滨江啊。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。确定吗，丁家？老于，别聊了，人家都反超了。老于，滨江是吧？老于。多少斤啊？胡老师，我能跟您说两句吗？抱歉，师母打扰您吃饭了。出去说。你们先吃。高原啊，这是戏里的安排。胡老师，您是年级主任，戏里做决定要征求您的意见吗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没给你使劲儿呗？没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弄不明白。我是学生会主席，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。您也说过，希望我进最高法最高级。高原，滨江从前年才从县升到地级市，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，也是渴望我们的支援。系里把你分配过去，恰恰是因为你的优秀。你是班干部，应该起带头作用。因为我优秀，是因为把我分过去，你们更好做工作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咱们就别聊了吧？是不是南岳的鉴定报告？丁院长一直对我有意见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你们的鉴定报告评价都非常好。那是谁走了关系把我顶了？胡老师，您跟我说一声是谁？高原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偏激，你懂吗？以后会害了你自己。这是系里的决定，你必须接受。谢谢胡老师。优秀学生干部品学兼优，所以要把你分配到一个地级市。这就是个笑话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地级市怎么了呀？陈一仲还主动要求去滨江呢。主动要求很了不起吗，夏英姐？陈一仲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！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想去滨江就去滨江，多自由，太潇洒了。我也想这样，我可以吗？我被分配到滨江，我被埋在那儿，谁给我拉出来呢？人陈一仲呢？啊，有背景，两老先生都喜欢他，实习1年2年，最多3年吧。想调回北京就北京，我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你是不是对我挺失望的？我对我自己也挺失望，你早点看清最好。我是挺失望的，但是我对我自己失望。其实我早就应该看清你的志向。看清我什么志向？
夏英杰，你看清楚什么志向？我太天真了。我说我想留北京，你说你要留滨江，你了解我的志向，我暗示过你很多次，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？对吧？陈一中现在陪你去滨江了，高兴吗？不是我说啊，上次你帮他牵线组织和这个最高检交流，那就不合适，你这是误导了他的期待。那你一早鼓励陈一中留学，你不偏心眼儿？小子说这于高远，你扯出陈一中，不是你于高远，你比陈一中差哪儿？我也没说他们俩差谁啊。又吵又吵，行了啊，都优秀都优秀。你看看人家这觉悟，瞧你们俩老是争的呀，你们就不怕那偏疼的果子不上色？就这于高远，我就觉得，怎么说呢？这例会呀、夏英杰呀，还都挺喜欢他。行了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这话题一到你这就庸俗化了。怎么就庸俗化了呀？怎么喜欢上也来了？这说工作的事儿呢。我这叫明察秋毫。老程，接着批斗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个陈一中啊，他就是太理想化了，认死理儿。他呢就不适合去地方。他应该走学术道路，将来可能会比你我强。但是这个于高远啊，也是个好材料。他的未来上限会，哎呀，非常高啊。那你还让他去滨江？那我是为他好啊。你国家现在什么正需要人才。你就像这样的好苗子啊，你让他去打杂跑腿再耽误几年，这你不可惜了？你呢？你说，几年前人家司法部重建，人想调你回去主持工作，你一口给人回绝了。你现在遗憾吗？有什么可遗憾？你看，庙堂之高，高不过我3尺讲台。哎，跟你这个老家伙争论法理法条一辈子，我是习惯了。可这个于高远跟咱们不一样。他只要是心思不乱，就是以他的本事，上面迟早就把他当典型就调回来了。我就怕他，哎呀，算了。他找你谈过吗？他，没这个胆量。我跟你讲，这也就是我最瞧不上他的地方。发什么呆呢？他就是个于连锁黑儿，死心吧你！不就想想滨江了吗？去！你先把手放下来，于高远。也不行，我还不能杀回去，我必须得杀回去。放开，咱们，我扶着你走行不行啊？扶着你走，你慢点儿，我扶着你。哎呦，不，我真的挺难受的。哎，真挺难受的。因为我跟你说话真挺高兴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。我真的很难受。我跟你说话，我真挺高兴。我知道，我还是扶着你吧，好不好？我扶着你。哎呦，不，我真的。好了，送给乐一个月。你哭了？没有。哎，其实胡老师今天中午就通知我了。最高检的名额给我了。我一见你，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着，但是我怕你。什么？什么？最高检的名额给我了。哎，你别这样。不跟他。
你听我说，哎呀。哎，丽慧，听说你得罪高检了，可以啊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照顾啊？英姐。村长，饭好了吗？马上。这香菜怎么还现切呀？哎，得现切。那要来钱要放汤里，那就泡孬了，不香了，就得现撒，现撒才香呢。看着不错呀。香。谢谢啊，孙头。兄弟，王有喜他媳妇儿那婆娘还在我这儿闹事呢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咱兄弟啊，好好住。好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吃饭喽！慢点啊！好嘞，有空来啊！好嘞，老板，喝水啊！哎，老板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吃好了哈。挺好吃的。慢点啊！好嘞。慢点走，好吃再来。好嘞。哎，老板娘，这里来点。来了。看我。还有油条。嫂子，你看那个骚人。大才哥哥，给我讲这本话书吧。等等啊，程程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快点！去，写你作业去。老板。哎，结账。好。多少钱？帮忙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这有什么呀？哎，进来坐。给您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慢点啊，好吃再来。去这家吧，去这家吧，走。哎，屋里坐。不是，这里面什么都……我先收拾一下啊。哎，你进来坐一下。啊，一个人瞪着。你看我们这块有小笼包，还有米线，我先擦一下啊。您慢慢看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稍等啊。嫂子，这可干啥呀？不人命的，嫂子。哎呀，嫂子。老孙，你老婆。我让大人！
吧？王有喜是干的，我刚看完。哦，太恶劣了，当街猥亵妇女，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，这要不办他还得了？是吧？王有喜是干的，我刚看完。哦，太恶劣了，当街猥亵妇女，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，这要不办他还得了？这么激动？来3年了哈。第一次做承办人啊，对案情投入很正常，但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投入可以，不要代入，因为咱们是检察官，不是普通群众。我明白。那这样子，门口有人找。哎，稍等啊，姐你去啊，我看看。哎，行。师傅，看这些。哎，烫着我这毛毛躁躁的，怎么了？你看咱庭审了几次啊？10几个案犯，每个人嘴里都提到了一个叫小光的名字，他肯定就是这流氓团伙作案的头子。但你看这起诉书啊，这么久没有提过他了。那照你意思吗？什么叫照我意思？你得把他揪出来呀！这个案子检察院送来什么，咱就审什么。为什么呀？不是师傅，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，受害女性几10个，还有未成年，还有自杀的，这说怎么办？我担心到时候追责还是追到咱们。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小光指使的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，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全是这么说的。宋小光，就你说的这个小光，狂躁型精神病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为什么检察院这个起诉书上没体现？因为没办法体现啊！就你看出来了，别人都是正眼瞎呀。这个鉴定报告，案子移交的时候就跟过来了。那这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。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，单人病房，够给检察院面子了。那他什么背景啊？你知道宋小光的宋是哪个宋吗？白宋的宋啊！傻小子。宋小光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谁不知道？全滨江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那是宋副书记儿子，滨江赫赫有名的大太子啊！你啊，多余。哎，是吗？那可不，老宋就是从滨江起家的，市里多半干部都是他老部下。想办他独苗儿子，你先掂量掂量啊！放开我妈！哎呦！我们家生你！我怎么造的？我也没想。别打了，咱回家，你别打了！哎呦！这是资产阶级组织派呀！啊，往脖子上戴这玩意儿。你就是个走资派！假枪带上！放开我吧！你放开这！医生，你闭嘴！
看看是不是畜生？你觉得证据怎么样？证据确凿啊。这帮人啊，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犯罪，还在那振振有词的，口供都对得上，然后现场证人也多，当时围观就100多个人，被害人的验伤报告也出来了。田淑贞现在不光是身体，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。那就没什么问题了，起诉就是了。是，我准备去现场再勘察一下，把这个案卷做扎实。哎，你这案卷做的已经很扎实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想问问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。小陈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个案件至于检察官，就像病患至于外科医生，只要手术指征齐备了，你动手术就行了，你不用问病人怎么想的，否则你真没法干。师傅，我觉得这不对。我们检察官要是对你自己的工作都不倾入感情的话，那不成工具人了吗？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，那这公平正义怎么来啊？那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案子给办出来的。那行，那你去就行了，但是就别太投入。啊，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呢？因为咱们科室原来有位女同志啊，她接二连三碰的全是特别残忍的案子，她非常投入，结果等所有的案子都了结了，她的精神出问题了，到现在还在病休呢。那这我不会，您放心，我精神不会出问题。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。行，挺好。那个田淑贞啊，长得俊，招男人，对面的生意啊都被他抢走了。周主任，您不能这么说呀。嗨，这片人都知道，那老王家被他们挤得连饭辙都没了，家里还有个8岁大的娃，就喝西北风啊。他老婆梁月敏那可能干，肩挑手提，全指他一个人了。人是好人，热心肠，就是吧，脾气不好。他们家那个王有喜呢，人窝囊，而且听说病房不行，所以啊就怕老婆。哎，周主任，哎，来了啊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正好，这是检察院的同志，还是为那个老王家和老孙家那事儿来的。哎，赶快把你们那天看到的跟人说一说。哎呀，都说800遍了，说啥？说你那天都看到啥了呗？白花花的。那天你们都在是吧？在，那肯定在。这么大热闹没赶上，那不吃亏了吗？我们这几天就指着这事下饭呢。哎，听说你老婆因为这事儿还跟你干了一仗？就是我说呀，就是大家都在传啊，这孙荣他老婆长得漂亮，确实身材真挺好的。我说的是好话，他生气了，你说？确实是，比你老婆强多了。你说我老婆干嘛？我就跟你斗了。停手！我干嘛？我是你们。陈哥，您没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，行吗？你替人道什么歉？我其实就是这条街上长大的，这帮人的确无赖，但我也能理解，文化水平低。生活上没别的乐趣，邻居有点事儿，他们能嚼半年。况且这次是当众扒了女人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不用找借口啊！出了这种事儿，整条街的人连一个拦都没有，啊？文化水平低怎么了？那是借口吗？我告诉你，当天所有围观的全是共犯。那咱总不能把这几百人全告了吧？所以都在钻在他们头上。陈哥，您消消气儿。对不起啊，跟你没关系。那咱吃碗面再回去，反正食堂也过点了。不是，咋了？不吃这条街的东西。啊，宋晓光啊，对。哎呀，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。他不用见我，我就是看看。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看看本身就是目的。啊，小文啊。哎。宋晓光今天状态怎么样？
他刚接受完治疗，又注射了咪达唑仑，目前正在休息呢。你看，不巧了，不巧了。要不您改天再来？赵主任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、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的吧？那当然，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。明白，一定要保存好，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。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，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。如果罪名成立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说多了，您先忙，先走。哎，同志，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请跟我来。麻烦赵主任了，谢谢。进吧。比较窄啊。没事。到了。这个啊。这个，他现在就这样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每天都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你看吧，这还盖着那么厚的被子，也不吃也不喝的。我担心这么下去，他活不长。送医院呢？送了，待不住，在医院里面闹啊。见着生人就催唾沫，就嚎，医生也没办法。再说，我们是真没钱了。你先治都能索赔的。他赔我，他拿啥赔？他家要是有钱，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？他拿啥都得赔。我话就放这啊，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，必须赔你。人都废了。他赔，他能给我赔个好生生的人回来吗？那天，要不是我儿子死命拽着我抢了我的刀，我真是要把王有喜家两口子给剁了。我来，妈，让开。妈，好了，别害怕，好了，不害怕，是我，我在呢，妈，我在呢。去哪？绳子！好了，抱抱。记一下，沙发、水果刀、烟。老于，这根本看不出来啊！就是因为看不出来，才要重启鉴定。检察官同志，我真的是个好人啊！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，而且我做生意从来不缺斤短两。你要不信，你问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。还没干过，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是他逼我的，我不就扒了他衣服吗？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？你们问了吗？啊！我刚买菜回来，然后我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福生打在一起。然后你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别想！老婆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搞出人命了！你怎么根本就不爱管的？你疯了啦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胡说八道了？去，给我把他搞过来！去！
我就想，我就不过是扒了个衣服，我都真的不知道。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，我们家生意好着呢。嫂子，王哥，来，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，可甜了，您拿着，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。来，拿着，可好吃了。你听我说啊，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，开2个店，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？嫂子，您放心，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，您放心啊。来，拿着，可甜了，您爱吃我再给你买啊。王哥，我先回了啊，多吃点啊。他口口声声给我保证了的。他说不会抢我生意，可结果呢？他抢我的客人呀！后来呢？他还蹬鼻子上脸了。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，又被他给劫去了。梁玉敏啊，你也是个女的，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，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？对，没错。我也是女的，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？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？田淑贞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，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，你知道吗？装的。我还有个8岁的儿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是被他逼的。是他逼的，是他自找的。你没去做他们工作吗？做什么工作？就说服他们悔罪啊，就尽可能的多给一些赔偿，然后争取受害人的谅解。你这将来定罪量刑的时候有好处啊。他到现在他都没觉得自己犯罪，哪来的悔罪啊？哪来赔偿？再说被害人凭什么谅解啊？但你没去做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人家被害人家儿子12、13岁，在自己家门口，亲眼目睹他母亲被街坊邻居当街侮辱、欺负，他怎么谅解？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，天天就路过这儿，他可能忘了吗？凭什么谅解啊？小陈啊，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，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。对，没错。我知道你说的都对，但是这件事情上。我接受不了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？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。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？你这都是借口。而且我也不觉得，这不是借口吗？啊，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？哪儿的道理啊？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犯了罪，必须接受惩罚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当你年纪大了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应然和实然是2回事儿。师傅啊，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，我都不愤怒了，我也不悲伤了。那我就完蛋了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？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，啊，情节严重的犯罪，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。不是你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。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。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。这个案子上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给他们最严重的惩罚。弟弟啊，回家以后，我往这边走，我就看到那边有个东西，我就纳闷啊，我说谁丢的？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塑料袋。
员发现。刘队，情况怎么样？除了这里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。初步判断，是张学义冲上来的。刘队，什么情况？有一帮尸体。妈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你慢点，别急，不一定是三花。这是我们刘队。队长，我闺女在哪儿？大妈，您先别激动，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您闺女呢。来，请坐。这样，你先跟我说说你闺女的情况。我闺女突然就没有消息了，我心慌啊！我这眼皮子啊就咚咚咚咚不停地跳。我这2天还老做梦，我闺女给我托梦了，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，还给扔到水里了。别编了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咋了？你脚还没好啊？同志，您是钱新良吧？10天前，也就是8月的11号、12号，你在哪里？记不住了，好像没去哪儿。最近你老婆于三花来找过你吧？找过。我听说是你约她来找你的。是，我突然捎的话，跟她谈点事儿。那你约她来找你谈什么？谈离婚。她在广州打工有相好的，想和我离了。我说离可以啊，但你要把当初2000块彩礼钱还我，不然打死也不离。在这屋子里面谈的？不是，在河边。我不想让我妈听见。谈得怎么样？谈崩了，吵了一架。他说我就是不离，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。之后呢？他是怎么回去的？顺着大路走的，可能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吧。我没送他。几点？记不住了。那你之后干什么去了？和人打牌了，到天黑我才回的家。